大家好，欢迎收听新一期的5分钟中文。5分钟中文是一档每周末更新的中文播客，用自然的中文跟大家聊学习和生活中有意思的事儿。除了各大播客平台，您也可以在 YouTube 上收听有多语种字幕的5分钟中文，欢迎大家观看和收听。今天想跟大家聊一个可能让大家觉得有点意外的话题，那就是中国的肥胖问题。不知道大家对中国人的体型有什么印象？我觉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中国人好像和肥胖这个词没什么关系。大家觉得中国人的饮食，挺健康的，每顿饭都有各种蔬菜，食物的含糖量也不高。再加上中国人平时爱去公园儿溜达，日常出行也经常使用公共交通工具，运动量应该不算小，所以很多人觉得中国没有那种社会性的肥胖问题，但是现实不是这样的。我最近看到中国青年网2024年的一篇文章，里面援引了一份中国官方报告。这份报告显示，按 BMI 计算，中国成年人的超重和肥胖率加起来已经超过了50%，也就是说，每2个中国成年人里就有1个体重超标。具体来说，18岁及以上的中国居民的超重率是34.3%，肥胖率是16.4%。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，肥胖率也呈增长的态势。据《柳叶刀》杂志预测，到2030年，中国超重或肥胖的人数可能达到7.89亿。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健康问题，而是一个社会问题了。那为什么中国会产生这样的肥胖问题呢？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发展。中国改革开放以后，快速的城市化，导致大城市的生活节奏非常快，大家工作很忙，没时间买菜做饭，甚至都没时间好好的吃一顿营养均衡的饭。那在这种条件下，各种快餐就大行其道了。而且中国的外卖真的是又快又方便，从下单到送达，最快可能10分钟都到不了。又省时间又省事儿，所以很多人长期拿外卖当饭吃。要是外卖健康还好，但是外卖一般都是重油重盐，对身体并不好。说到这里，我想说，除了油盐的问题，中餐其实不一定像大家想的那么健康。其中一个原因就是中餐是以碳水为主的，跟西方以蛋白质为主不一样。中餐有时候看不到什么蛋白质，蔬菜也没那么多，米饭和面条才是大头。这种吃法虽然能很快
给人带来饱腹感和心理上的满足感，但是也很容易导致血糖波动、卡路里超标，从而引起肥胖。另一方面就是运动不足，虽然中国很多人会走路去公交站、地铁站，但是除此之外，很多中国人现在也是开车通勤，而且一旦开始工作，从早到晚基本都是坐在桌子前办公，久坐不动容易导致代谢减慢、脂肪堆积，再随口吃点儿高热量零食，更容易发胖了。所以总的来说，我个人觉得中国的肥胖问题其实是一种现代化病。现代生活的便利也同时导致了中国肥胖率的持续增加。那关于中国的肥胖问题，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里。我也想在新的一年，给大家带来更多样的题材的节目，让大家真的能够通过5分钟中文，更好的了解中国，或者学到不同的文化和知识。希望能给大家的中文学习带来注意。如果您喜欢5分钟中文，请您留言或者发邮件告诉我。也欢迎您帮我订阅、分享、转发，让它能帮到更多的人。感谢您的收听，我们下期再见。